这是我们在找的一个杀人犯，大概身高1.8米左右。如果有线索，麻烦你打这上面的电话。记住啊，在右手位置有明显的烫伤痕迹，穿着深色工装，戴着帽子，还有口罩。爸，爸，爸，爸。喂，您好，我是沈宇，我爸他今天加班了吗？哦，沈宇啊，你爸今天一天都没来上班。爸，你回来了。小雨，爸爸对不起你，让你失望了。爸爸遇到了些麻烦，得暂时躲起来，短时间内没办法回家。我知道你心中一定有很多疑问，但是我现在无法一一回答。如果你想再见到我，一定要按我说的去做，把关于我的痕迹、用的每一件东西、写下的每一个字全部清理掉。15天后，你去派出所报案，跟他们说我失踪了。如果这期间有警察来问你关于我的事情，就说我去外地出差。切记，一定要按我说的去做。另一封信里写明了失踪的理由。爸爸跟一个女人在一起了，我们决定要一起离开这个城市。小雨，你是一个独立坚强又细心的孩子，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了。我不相信，这不是真的你，你不是杀人犯。没有爸爸的日子，你也要好好的活下去。爸爸不求你原谅我，希望你尽快忘了我。生日快乐，小雨。
小兵，他挺厉害的，他破了好多大案。本市近10年所有的大案他都有参与。99年他从警专毕业之后调到刑警队，现在那个海州系列杀人案，他肯定有参与。你好，海州市专案队队长唐小兵。姓名：何伟光。出生年月：1971年9月20号。做什么工作的？说你今天推人那事儿先。哦，警察同志，那个是这么回事儿。今天呢，我路过那家药房门口，我看见他们那个促销什么药送免费鸡蛋，我就跟那位女同志多啰嗦了2句。哎，那边领鸡蛋啊，那边领鸡蛋。哎，这个是真的优惠吗？是，大哥，你看，帮我们推销推销啊，我们今天搞店庆。卖药优惠啊？你们这是缺德，知道吗？啊，你们优惠的什么好东西啊？你们优惠的是药啊，同志。哎，你们是巴不得人多生病啊，生了重病好买你们的药。你们这叫什么啊？这叫什么？这叫缺德！哎，结果他就骂我，骂得很难听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就轻轻地推了他们一下，结果他就倒在地上跟着抽，他就不行了。你们俩真认识吗？不认识，确实不认识啊。从来就没见过他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杀鸡。哎，你们别误会啊，我真的是杀鸡的，公鸡母鸡都杀。从哪一年开始？好像是90年吧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在养鸡场工作，后来养鸡场黄了，我就到私人的屠宰场工作，专门负责杀鸡，一直干到现在。手上伤怎么回事？烫的。怎么烫的？哦，自己不小心开水烫的。拿出来看看。啊，烫多长时间了？半年前吧。那个我没钱，我就没到医院去看。后来我就弄了点欢子油，涂了涂，抹一抹，嘿，居然好利索。不能啊，刚好利索。哎，小兵，正找你，我也正找你呢。报告出来了，什么情况？急性心肌梗塞，过度劳累导致，和里面的嫌疑人没有直接关系。24小时到了，人能不能放？人在医院醒了，跟他没关系，可以放。他就没犯过别的案子？啥案子？没犯过就好，放人呗。慧光，没事。手机保持开机，有事我们随时传你啊。啊？还有事儿啊？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们还是怀疑我杀了人？那我不能走，你们得给我解释清楚。不想走啊？还想住啊？想住可以啊。想住再住2年？不住。住可以？不住。想住可以啊？不住。
警官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事啊，不是为案子的事来的，我是想找您帮个忙。买鸡啊？我朋友开了个网店，专门卖工装的，说让我帮着拍照片，我就找不到模特，突然想到了您，您的长相、身高、体重都非常合适，您愿意帮我这个忙吗？让我当模特，收钱吗？不收钱，这套工装还送给您。好。记得把黑的塑料袋套在脚上，怕鞋脏。哎。对，您怎么也来了？没事，我就是买2只鸡。我给您整只好的。冷队，我这是小作坊，哦，我有营业执照。小莫，出来吧，知道你在呢。衣服你给的？是他吗？太瘆人了！我求求你们，还是把我抓进去吧。我这心里实在是太难受了，我头疼得要命啊！把我抓进去吧，把我抓进去吧！打死你个老东西！就是他！就是他！就是他！站住！打放！你也过去！放下！
哟，冷队，这些都是刘烈的家属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这次多谢你了。得嘞，客气。好，哎，辛苦啊。我捡上钥匙。项目主治医生的资料我给你准备好了，你看看。怎么没有项目的病历啊？哎，你不清楚你们心理医生那一套，凡是装有病人病历的电脑根本不可能联网，你想黑都黑不进去，好不好？所以只能找他的主治医生潘敏生，他马上要在海州开一个心理学年会，还有讲座呢。你能帮我弄一份邀请函吗？没问题。哎，你先别走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才跟我讲？咱们为什么要调查这两个小警察呢？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啊！你还是知道的越少越好吧。你就别担心我了，咱俩什么关系啊？那就好比一条绳上的蚂蚱，咱们是好兄弟，早就连在一起了。跟你说个事儿。你说。我爸其实不是跟人私奔的。哦。他是失踪了。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要失踪啊？具体原因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我觉得他就在我身边。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收到的第一份生日礼物，就是他送给我的。一个纸箱子，里面放着玩具，上面还有个贺卡，写着“小雨，生日快乐，爸爸爱你”。我也确认过笔迹，就是他的，没错。之后每年我都会收到这样的一份生日礼物，有时候送到家里，有时候在办公室，而且我也都检查过了。上面没有任何指纹、皮屑、纤维之类的东西，没有人见过他，也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。我特别想找到他，想问问他为什么要离开我。别，你别难过呀，你喝杯水。我自己有。我帮你，你就说吧，具体点，我怎么帮你？我想你以旁观者的角度帮我看看，还能不能发现什么新的线索？没问题。你来干嘛了？你来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是他吗？不确定了是吗？你记你当初怎么答应的我吗？永远不会忘记凶手的眼睛。我已经犯过一次错了，我不想再犯第二次，所以我来确定一下，到底是不是？我现在告诉你，不是。小雨怎么样？我那个邀请函漂不漂亮啊？我跟你讲的，我的这个仿真技术那是绝对的仿真。我知道了，行了，你别叨叨了，
挂了吧。哎，你我是李医生让我来找您的，请问您是沈医生吗？嗯。我们今天的整个治疗过程都会全程录影，这是我们心理治疗必要的一个过程。那我们现在开始了。别紧张，你放轻松，可以跟我说了。我杀人了，杀人了，我是杀人犯。你觉得你自己杀人了？前几天我在一家药房门口跟一个女的吵架了，她骂我，我就轻轻地推了她一下，不要动手，她就倒在了地上。碰瓷儿！派出所的人就来了，把我带回去问话，然后刑警队的人也来了。刑警？对，一个是个年轻小伙子，还有一个好像是他的什么领导，他们给我做了笔录。对，做完笔录以后呢，他们就让我走了。那警察让你走了，那说明你是无罪的。可是过2天他们又来找我了，2个人都来找我，他们就这么死死地盯着我看。我杀了他，我杀了他。其实你这是由于过度内疚而产生的幻觉，毕竟是你推了他。我这里会有一些心理治疗的方案，可以帮助你缓解这种情况。当然，前提就是你要必须完全的信任我，愿意让我去更多的了解你。好。我先给你拿点助眠的药吧，每天睡前吃1粒，最多吃2粒。好。你这个手是怎么了？你刚刚不是才答应我，要完全相信我的吗？半年前，我在家做饭不小心给烫伤的。我这还有一个 MP3，里面有一些辅助的治疗音乐，你可以在焦虑的时候，或者是睡不着的时候，可以听听。沈医生，这是送给我的吗？对呀。
年的，我在屠宰场工作，我是个杀鸡的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出来吧，累不累？吓我一跳，挺巧了。是啊，我上次在高队这儿落了个东西，我进来找一找，还真没有。那我先走回去。回来。钥匙哪儿来的？什么钥匙？你说什么钥匙啊？找什么来了？打你来警队那天开始，我就知道你是奔着什么来的。但是我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，我再来晚一步，你的性质就变了，知道吗？立马离开警队。海州市公安局大门以后永远向你关闭。我要看卷宗。你要看什么呀？我要查海州案，我要看海州案的卷宗。这么多年，你从来没想过查海州案，是不是？你把海州案继续查下去，你的秘密就被别人知道了。你今天所得到的一切荣誉都会消失掉，对吗？冷小兵，我告诉你，你不查，我查。今天别拦着我。你要是不拦着我，可以装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。但如果你拦着我，我就拦着你了。我还真就拦着你了。你现在就把当年的事说出去。你现在就把当年的事说给每一个人听。我每天晚上我都恨不得，我每天晚上我都骂我自己，我每天晚上我都恨不得这个事让所有人知道。你让警队每一个人都知道冷小兵，真正的冷小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也让全海州市的人都知道，当年就是那个冷小兵放走了海州案的凶手。我自己做错的事我担，我这身衣服我该脱我脱。你把这事说出去，我就彻底解脱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谢谢你让我解脱，我也能睡个好觉了。你解脱了，你解脱可真容易。我呢？我告诉你，冷小兵，你根本就不理解，亲眼目睹自己亲近的人被歹徒杀害是什么样的感受，而且这个歹徒现在还在逍遥法外，这么多年了，一点证据都没有吗？啊，这么多年你根本就没有再查过。我告诉你，冷小兵，17年你还是没有变过，你就是那个胆小、懦弱、不可开枪的小警察。但是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知道吗？你不能报私仇。冷队，没事，刚才教他两招。签这里是吗？嗯，是的。好的。好了，这边请。哎，您好。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。我要想说的是，自一战时期以来，
心理学家为了研究残酷的战争给士兵的心灵带来的创伤，发现了弹症症，一直发展到今天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。它的诱因呢，却是变得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不可见。讲的可真是，谢谢潘教授。潘教授，我是海州市医院精神科医生沈宇。对不起，我赶飞机。是夏木让我来找你的。你刚才说你是夏木的心理医生？是。他现在怎么样？他为什么自己不来找我？他现在在刑警队，身份有些敏感。其实并不是他委托我来的，而是我自己擅自做主，特地想来跟您见一面，了解一下他之前的治疗情况。啊，他现在在你这儿看病？嗯。如果您需要他的病历，我可以。啊，不用。他现在的病情还稳定吗？基本上还算是稳定，但是一见到血还是会犯病。怎么会这样？他的晕血症早就恢复了呀，难道又出现了反复？他最近有些行为异常。我真的很想夏木能快点成为一个正常的人。沈医生，你一定也有自己不少的患者，那为什么对夏木那么关心呢？我和他，我们都是海州案的牵连者。你是真的以为夏木的病仅仅是因为童年的创伤？难道不是吗？夏木的童年创伤啊，已经被治愈了。他有明显的震颤、幻觉，还有无端的窒息，这些都是创伤症的典型表现，怎么会被治愈呢？他能够通过警校的考试，包括面试和心理测试，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而且我侧面也找人打听过，他在警校的这么些年，表现得很好。按理说我不该给你看这些，可是既然你跟他有相同的经历，更了解他的想法，我也想你能够真的帮助到他。有人在前面逼着列车，他在跑，好像是在追一只兔子。不知道谁开了一枪，全都是血，见我身上全是血，我害怕极了，害怕极了，全是血，全是血。所以，我的判断是，他一定是有了新的刺激源，诱发了他童年的创伤。哎呀，可惜我死虎缠身，没有时间去调查清楚啊。那您知道夏木来海州之前都去哪儿生活过吗？啊，湿地保护站，和他的姥爷一起生活。潘教授，我们该走了。啊。夏木的病历，您可以给我一份吗？嗯。潘教授，我们今天的谈话啊，我知道，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。尤其是刑警队跟警校。明白，明白，放心吧。沈宇，哎呀，真的是你啊！黄院长，你跟潘教授认识啊？不认识啊，您看错了吧？哦，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呢。一晃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？7、8年了吧？真没想到，你还记得我。我当然记得您了，我在您手底下实习了这么多年。哦，哎，对了，冷队找过你吗？冷队？哦，就是重案队的冷小兵啊。
他是我的朋友，前一阵儿到安定医院了解过你爸爸的情况。我觉得他们可能要调查你爸爸失踪这个案子。怎么，他真的没去找过你吗？他没有。袁叔叔，小雨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把饭盒落在办公室了，我去帮他拿下。快去吧。姚伯伯，我来找2本书。哎，去吧去吧。姚伯伯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好的。饭盒拿到了。我爸这几天得了重感冒，身体不太舒服，所以想请几天假。您可以帮我把这张假条给院长吗？没问题啊，快坐吧。谢谢袁叔叔。没事。龙队，撵进去吧。帮我点会儿馄饨先。得嘞，速3鲜。我把那天晚上监控视频延展了一下，发现夏木在那天晚上9点09分的时候，在海州市肉类批发市场出现过，但并没有发现沈宇。9点09分。嗯。批发市场离沈宇家多远？不是很远，300-400米。夏木到批发市场干嘛去了呢？人到齐了，我说2句。来，我就以茶代酒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康。来，来，谢谢高队，谢谢高队，谢谢高队。来，我还有一件喜事要公布，我要为重案队再添1员虎将。陈涵同志的调职申请我已经批准了，从现在起，陈涵就是重案队的1员。怎么，大家不欢迎吗？欢迎！恭喜小陈同学啊！恭喜！欢迎来我们这，梦想成真了！谢谢大家。是。来，我敬你一个。来一个，来，干了啊！好，来，哥，吃啊！你要是想替我当这重案队队长呢，来吃菜。我说你干比我合适。是。不是你说都2回了，你这安排到我身边，商量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，直接就宣布了，你让我这队长咋当啊？总队，上次马云的案子还是我找到的眼镜线索呢。陈涵同志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想让你进重案队，我在这保护你，我是为你好呢，知道吗？你自己抬眼看看，整个重案队清一色大老爷们儿。每次要办理这起女性案件的时候，还得从别的队调人，你是不嫌麻烦，人家可是一肚子怨言，还说你观念封建、重男轻女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反对无效。来，大家举杯，欢迎陈涵入队！欢迎！加油！来，
一定会好好干的。那是一帆风顺啊。怕我回头卷宗啊？跟高队说了你想查案。等一下，高队已经上报情况了，你可以了解案情了，知道吗？我就想看卷宗。这卷宗不是谁都能看的，你不光你不能看，我也不能看，懂吗？你这个只能了解案情，你还想干嘛？我真的只是想查案。你呢？那倒也不是不能想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这哪儿？干什么呀？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搜索案件相关的情报。你确定还要看这些东西吗？先答应我几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不许隐瞒任何信息，有线索第一时间向我报告。第二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擅自行动，听见了吗？第三，这个事仅限你跟我之间知道，不能再牵扯警队的第三个人了。合情合理，我答应你。这些是我做的笔记。首案发生在1991年5月18号下午4点，受害人叫韩秀，女，24岁，案发地点棉纺厂家属院。受害人体内发现了麻醉剂和激松类药，现场没有遗留任何指纹、毛屑、足迹、皮屑等线索。尸体也没有被性侵，没有目击证人，
当时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会是一起连环杀人案的开头。警方最开始倾向于是情杀，排查大量人员之后，没有任何线索。没有线索。3年之后，第2起案件的受害人吴芳芳出现了。当天晚上11点，凶手尾随吴芳芳到达了集装厂单人宿舍，并用钝器袭击其颅脑。凶手改变了作案手法？没有。现场发现了残留的麻醉剂，还有玻璃瓶碎片，打斗的痕迹非常明显。凶手应该是想麻醉吴芳芳的过程中，遭到了吴芳芳的激烈抵抗，打晕之后，并用电话线把受害者捆绑，之后割腕将其杀害。凶手走的时候带走了屋里全部的贵重物品，而且当时案发的辖区属于另外一个分局。管辖的民警根据现场情况，认定这是一起由入室盗窃引起的激情杀人，所以并没有跟之前的案件进行并案。凶手虽然被迫改变了作案手法，但是他的作案特征没有变，他依然还是会每次拿一个闹钟，在受害者昏迷的时候，把闹钟放在受害者面前，并把表盘的一面朝向受害者，行凶之后再拿走。所以才会留下这个方块的痕迹。1998年，第3起、第4起案件同时发生，中间只间隔了1天，但是距离上一起案件已经隔了4年。之后市里就成立了专案组，我师傅当时就是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，也是他当时提出了把这4起案件并案调查的想法。海州案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才宣布正式开始调查。2000年9月份，第5起。为什么是麻醉剂和激素药？听说过注射死刑吗？凶手应该是在模仿注射死刑。闹钟是为什么？闹钟的就是变态的。凶手在折磨受害者。少量的麻醉剂，大量的激素药，让受害者保持清醒。为什么闹钟冲着受害者？凶手想让受害者看着闹钟，看着时间，一点一点死去，是吧？所以他走的时候很痛苦，对吧？啊？老师去给你买鱼啊，老爷做的那种。等我回来。我去洗把脸。
服下去之后啊，你会反应迟钝，记忆力下降。要想真正的治愈啊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创伤。受害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没什么联系，但是共同特征有一个，都是20到35岁之间，面容姣好的青年女性。不是我们就没有其他线索可以查下去吗？有一点。凶手当时用你们家楼下的公用电话打过电话报过警，那上面有他的指纹，但是那个人应该是右手有严重的烧伤，指纹是残缺的。他为什么要报警啊？凶手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，犯罪现场都没有留下指纹，为什么会在公共电话上留下指纹呢？挑衅，他就是要一个仪式感，他就是要告诉我们。是他赢了。有没有关于那个电话的线索？我想看一下，我觉得那条线索肯定可以查下去。说实话，我不想让你帮这个案子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让你以后过得像我一样。有人吗？干啥的？大爷，我找人。你找谁啊？夏木，你认识吗？找夏木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女朋友。